人生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有起有灭，有生有死。可是虽然人们都知道死亡是自然的现象，但对生命如何消解，死后又该往哪里去，总有诸多疑问。在惶惶未知中，不免就加深了对死亡的恐惧。认清死亡的过程及生前死后的情形，确实能帮助我们克服死亡的恐惧，而能庄严且安详地面对死亡。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圣严法师主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要讲他方的佛国净土，也就是说，我们呢，在临命终时会到哪儿去？命终之后，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如果是在这一辈子之中啊，没有修成功解脱道，也就是说，解脱道没有修成，菩萨道也没有修好，大概都是修的人天法，做的好事呢，都是以有企图的心啊，以希望啊求到果报的心啊而来修的。那这个就是有漏心修的有漏的善法，有漏的心修有漏的善法呢，你没得解脱。那这个时候到临命终时，就要以悲愿心，以你的愿心呢，来决定你的往生。如果你不发愿心的话，你就是随业而去往生了。我们往生的时候，凡夫呢，一般的凡夫没有学佛的人是随意随众，随意随众，众是众意。如果你是修行的人呢，是随愿。随愿也就是说，你知道要发愿，愿生佛国净土。愿生哪个佛国净土？这是你自己要发愿的。净土在我们呢，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是相当多，但是其中介绍的最多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另外也介绍的比较多的呢，是兜率天的弥勒净土，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在兜率那院，那是你发了愿以后呢，你可以升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净土里面去，然后弥勒佛到我们人间来成佛的时候呢，你也会来，那就是在龙华树下的三会说法你就能够参与你也能够证阿罗汉果，或者是呢，你是一位大菩萨。那这个呢，在佛经里边介绍的最多的是阿弥陀佛的弥陀净土，这有300多种经典是介绍弥陀净土的。因此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大乘的佛法，藏传的佛教、汉传的佛教，都重视于弥陀净土的修行法。那我们呢，中国这少数的道场、少数的古来大德呢，修弥勒净土的，像西池的弥勒内院的慈航法师，他老人家修的是弥勒净土，太虚大师也是修的弥勒净土，
那今天呢，在台湾就是华严莲社的陈毅长老也是修的弥勒净土。那我们呢是在修的是弥陀净土。不管是哪一种净土，你一定要以愿心才能往生的，你不发愿你往生不了的。那就是佛教徒就可以随愿往生。如果你没有修行，你也不信佛教，就是随什么？随意往生。随意往生，意里边呢有重意有轻意，你是随重意而往生的。你的重意是天上的意重，你就升天了；地狱的意重，你就是升地狱了。还有一样告诉诸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另外一种叫做随念往生，这是更重要了，因为这个跟随愿往生有关系。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已经知道要发愿了，还没有往生以前，我们已经在发愿，在临命终时，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这个是发的愿，对不对？发愿回向是这样子的，那就随愿往生了。可是如果你平常的发愿并不恳切，你发愿并没有形成习惯，你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你就忘掉了。临命终时连念佛的时间、念佛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时候是随念往生了。佛教徒的话可能也是变成随念往生，你的发愿发的不够恳切，发愿呢也没有发生习惯。你只有在打佛七的时候，你只要参加共同修行的时候，在那跟着大家唱啊念啊，你心里边没有晓得什么叫做发愿，你只是人家唱你也跟着唱，这个有用吗？有用，种善根。但是临命终时的时候，这个愿力跟你不相应，你这个时候就是随念了。这个时候你的念是什么念呢？你是一种贪念的话，你看到哪里去？如果嗔恨念头，你说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如果非常强烈的贪念头，你是升到第一个畜生道，第二个你们说到哪里？恶鬼道。一个是畜生道，一个是恶鬼道。如果是嗔心很强的人呢，我告诉诸位，第一个可能是畜生道，第二个可能是什么道？地狱道。因为嗔心很强啊，有可能进入地狱道去了。因此在死亡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在平常重要，死亡的时候临命终时非常重要。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自己平常要念佛嘛，要发愿嘛，常常保持自己的正念嘛。你的妄念出来，一种邪念恶念出来，你要怎么样念什么？念阿弥陀佛，惭愧忏悔阿弥陀佛，不断地改善你自己。那你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你有嗔恨念，有一种贪欲念出现的时候，你也会怎么样？念一句什么？阿弥陀佛，心里头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告诉诸位，你就是已经快要到地狱边缘了，或者是已经进了地狱里头，你这个时候还能够念一句佛号，马上你就离开地狱。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能够念佛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怕你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念呢，恶念出现，邪念出现，你这个时候是不想着念佛的，你不知道要念佛的，你知道念佛的问题解决了，念佛
就是等于忏悔。只要有忏悔，你还能够念佛，你这个是一定啊没有问题，一定是出三途啊，不会在恶道里去的。因此我们平常啊这个功夫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我想讲人的死亡。死亡呢，有所谓寿终正寝的死亡，有的呢没有寿终正寝呢。寿终正寝的意思就是说，活到老了，像我活到我这么老，我躺在床铺上死了，这个叫寿终正寝。我老了，进到医院里头慢慢害病，然后我的尸身呢已经衰退了，衰弱了，最后就是衰寂，听到没有？就是说我的生命力已经衰寂，这个叫做什么？寿终正寝啊！但是也有的人呢，年纪轻轻就害病了，害了病也在医院里也躺上几个月，或者是呢，现在有人还癌症啊。有的还癌症的不一定要住医院里，躺在医院里边的，他好好的，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我们看到好多例子啊，害病，他是害病，但是还能够到我们农禅寺来，害什么？就是癌症。已经呢，这个医生说他很快就要走了，但是他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皈依典礼，请师父给他加持祝福。皈依之后呢，第二天就走了。这种人算不算是寿终正寝呢？算不算啊？也算啊，他知道的，因为医生跟他讲你快要走了，那他自己也晓得快要走了，还能够来到我们这里皈依。皈依以后第二天就走了，那这种人是有福报的，我跟你们讲啊，有福报。虽然没有到我这么老，但是他往生了，算不算寿终正寝？算啊。一般的人讲寿终正寝的意思，就是一定老了，老到我这么老死，叫做寿终正寝，不一定的。年轻的人呢，就是说预期知道要死亡，已经准备死亡，这个就是寿终正寝。那么像这种人呢，就应该准备着死亡的。准备着死亡呢，就是先要念佛。还有的人死亡不是寿终正寝，一般的人叫做横死，也就是意外的事故的死亡，比如说车祸，还有呢天灾，有一些就是意外，很快一下子就死了。那这种人他自己来不及念佛，他也不知道念佛，那是不是还有救？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有没有救？我告诉诸位，有啊。首先我第一要讲的就是呢，准备死亡，你晓得要死亡，平常就应该准备的。如果你平常没有准备啊，突然间死亡了，你的亲戚、你的眷属应该要为你做服侍，应该要为你做超度，应该呢要为你要做布施。还有呢，虽然你没有修行过，可能你的家属也没有修行过，可是呢，由于家里边的人过世了，这个时候正好有机会，家属啊要开始修行了，开始念佛啊。比如说我们花果山的菩萨们，也有一些亲戚啊、朋友啊，他们并没有学佛，可是呢，他们家里的人过世了，我们要不要帮他们的忙啊？要。我们就介绍我们的助念团去了。假如你旁边没有助念团，你一个人，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啊？他家里的人如果能够接受你，
你最好先呢来协助他们呢，安抚他们，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后事。因为家里的人有人往生呢，或者是突然往生呢，他是手忙脚乱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出现了，你来很亲切的、很友善的来安慰他们，来告诉他们怎么办。然后呢，你说你们要不要念佛？我是信仰佛教的，我念佛对他是有用的。念佛以后呢，他心里会平安。如果你们跟着我一起念的话呢，你们的心里平安就能够影响到这个亡者啊，也会平安。平安的过世我们叫做安息，就是让他平平安安的往生呢。现在我要告诉诸位，往生的过程，就往生以后呢，这个往生的人还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先讲啊，一个寿终正寝的人，就是说自然死亡，或者是害病死亡，或者是意外的事件呢，死亡的时候并不是一死就死的，而是呢受了伤害，他已经很重伤，虽然还有一点神智，结果慢慢的就没有神智了，不感觉了。那这个呢，我来告诉诸位啊，当死亡的时候，就是四大五蕴渐渐的就离散。请问诸位，四大是什么？身体里面的什么？地、水、火、风。首先是地大离散，然后是水大离散，然后是火大离散，最后是风大离散。当地大离散的时候啊，是最后一口气啊，快要断了，这个身体就不听使唤了，身体已经在进入僵硬，或者是呢痛到极点了，已经呢在最后连痛的感觉没有了。这个时候，这个佛经里面形容啊，好像是生龟吐壳，乌龟壳啊，生龟，也就是一只活活的龟，把它的壳拔下来，这比拔皮呀还要痛苦上几十倍呀，几百倍。痛完了以后啊，身体就觉得相当的重到就好像是啊千万的石头压在你身上，好像是一座山把你压住了一样。这个时候非常的重。当我的师父啊往生之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到，他说我的身体好重啊。他去洗澡啊，洗完澡以后，他说身体好重。他就告诉他的侍者，他说我的身体现在好重。但是他还是上楼了，上楼就坐到那边就往生了。这个时候他就讲得出来，身体已经开始重。这个时候开始重的原因呢是什么？地大要离散了。这个时候我们叫做色问了，受相行识，那个色问的功能呢渐渐的消失。然后第二个叫什么？水大。水大离散的时候啊，口渴，非常的渴，一般叫脱水。其实也就是身体里边的水分
开始凝固，血液啊已经不流通了，血液在凝固，这是阻塞了。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身上啊很渴，这个时候能不能喝水啊？他已经要死了，怎么能喝水？喝不到水的。水大离山的时候，渴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强的。这个时候嘴唇就会发黑了，脸色会转变，脸色可能就转青了。一般的人就是这样子，因为血液凝固了，慢慢的凝固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时候呢，受温的感觉是非常强啊，渴就是口渴，还有身体的重的感觉，它还是在。下边呢是什么大？火大。当火大离散的时候啊，身上就像进入火山口那个样。进入火山口，首先是热，热了以后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冷。火大最后是集中在我们的头部啊，身体的热量啊，热能呢到头部，然后就身体就是冷，就非常非常的冷啊，身上已经没有火了啊。最后就是风大，风大的离散了。这火大的离散的时候，受想想运也跟着慢慢的消失，头脑的思想记忆这个时候渐渐模糊，不知道了。到风大离散的时候维系的一点点的呼吸渐渐就没有了。这个呼吸临终的时候，我告诉诸位跟我们平常的呼吸是出息入息应该是均等的。到这个风大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以前，你渐渐的进的气这吸气越吸越没有气息，要吸不进去了，就怎么样吸不进去了。但是呢，里边的气就是出来，里边的气都是出来，吸气没有力量吸了。告诉你，有点像什么？一只皮球，或者是那汽车的轮胎吧，轮胎上出了一个洞，上边压了1000斤的石头，请问这个轮胎里面的气能进去吗？气只有出来的，没有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很渴望的，我要吸气，没有气；我要吸气，没有气。到最后一点点的气全部没有了，这个叫做断气。这个时候就死亡了。断气就是你的风大离散了。风大离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
这执着还在的，身体是我的，这执着还在，但是呢，已经不能动它了。在这段时间，你只能够执着，头脑里头已经是没有东西的，头脑里边呢一片混沌，因为记忆力已经没有了，这个头脑的记忆啊没有了，我们的想问没有了，只剩下最后的识问，认识的识问，识问是一个糊涂的存在，很糊涂，非常糊涂的存在。这个叫做死亡的一个过程啊，人死亡这样子死了。我现在问你们诸位，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是你死亡以前的你那个正念分明很重要。虽然呢那么多痛苦啊，当地大离开的时候什么感觉啊？重。当水大离开的时候什么感觉啊？渴。当火大离开的时候是什么啊？热。还有什么？冷。然后呢，最后风大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呼吸没办法呼吸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宣告死亡，因为没有氧气了，脑细胞也死亡了，这个时候没有记忆力，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就是靠着你的一个临命终时的一个念力或者是愿力，这个两种力量。如果你在死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你保持着照见无蕴皆空，你老是觉得无蕴的身体是空的，他是怎么感觉不管他，怎么感觉不管他，反正要死了，死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知道师父常常讲，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这个到临死的时候要用这种态度，这是智慧啊，这就是般若的智慧啊。你自己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紧张，不要恐慌，不要舍不得儿子啊、女儿啊，舍不得钞票啊、股票啊，舍不得房子啊、财产啊，又舍不得儿媳妇啊，舍不得孙子啊。你舍不得那么多的话，你也舍不得身体啊。死的时候还是我不甘心啊，我不甘愿啊，我这么早就死了。虽然到了90岁，有人家活到100岁了，那我为什么不能活到100岁呀？这是不甘愿啊，我不想死啊，我想多活一点啊。有这种念头，你正念提不起，就是临命终时的正念提不起。还有呢，你的愿心呢，往生西方的这个念头就没有。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到哪里去？随什么？随业，随意之中的什么？随众，随意随众，也可能呢随念。你那个时候你舍不得啦，或者是呢正好你要临命终时，你的几个儿子在那边吵的说，这块田是我的啊，这部分你的，这个不公平，我照顾爸爸照顾的时间久，为什么你拿的这么多，我拿的这么少？有很多儿孙啊，当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啊，他不处理他的后事，先处理他的遗产，那这个临命终时的人听了以后舒服不舒服啊？舒服不舒服啊？这不舒服啊！所以你们还没有死以前，你们先要对儿孙交代一下，我死了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先去分我的财产。还有呢，这个儿孙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抓着他不放啊，不准走啊，甚至于这打的棺材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你什么舍得我？你跑掉了？有这样子的人吗？有。那对于那个亡者好不好啊？不好啊。现在我想往下讲，人死完之后啊，这个死的过程是这样啊，死完之后呢，进入中阴身的受生阶段。
受中阴身的阶段了，死亡过程结束了啊，然后很快的就成为中阴身的阶段出现了。中阴身听过没有？就是受中阴身，就是死亡以后受中阴身。一旦受中阴身的时候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以西藏的说法呢，人死亡之后有一片空白的过程，这个空白的过程之中就看你自己以及你的亲友对你的影响力，或者是呢，有一位有修行的法师对这个亡者说法，在弥留的状态要说法的。说法的时候这个说法的人，不论你是居士或者是法师你的心是非常清净的，而且非常专心的。这个时候你对亡者说的法，这个心的力量就能够感动他，能够感应他。还有家属们这个时候如果也能够念佛，也能够打坐，以你的心的力量能够影响这个临命终时的人的心力。这个时候临命终时这个人的心就是在慈悲的、柔和的、温馨的一种有希望的状态。在这个状态的死亡走到中阴身去世不会坏的，一定会好的。甚至于如果马上就去转生的话，也会转入善道，或者是到了佛国净土。他根本不经过中阴身，就一下子就到了佛国净土去了。如果他本身在生前有修行，再加上我们给他说法，给他助念，用我们自己的心力来给他帮助，那他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相反的，我刚才讲，就是他还没有死就在吵遗产了，想要分遗产了，争执了，还要为了后事的处理怎么处理法在争了。争什么呢？比如说我信道教的，我信基督教的，老大说听我的，我是老大；老二说他住在我家里死的，应该听我的；老三说父亲母亲拜佛的，听我的。请问这个时候怎么样？对于这个亡者好不好？非常的不好。因为眷属的心是一种愤恨心，一种愤怒的心，大家都争，这样子的话对那个亡者是非常不好。所以你们有儿孙先要交代你们的儿孙，我死的时候用什么仪式，要请我的莲友一起来替我助念，请你们不要吵，说我自己信的是什么。你不要我死的时候我也不能讲话了，我本来平常是念阿弥陀佛信佛的，你结果叫个魔师来替我受洗，到临命终时候我也不能说我不受洗，结果你替我受了洗，这个非常糟糕。你这个讲话也讲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正是急急的是我不要，你这也讲不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说这转生转哪里去？这是随念了，你不能随愿了，就随念往生了。所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叫做中阴身的受生阶段了。进入中阴身的时候，一下子自己就很清楚了。这个时候不是靠的脑细胞的记忆力，而是靠的自己从前一生就是在生前生前的所有的东西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叫做感应神通，它已经不是用的脑细胞，在生前是脑细胞，死后不是脑细胞，是一种中阴身的感应，自然而然它是非常的敏感的。我现在告诉诸位它的敏感度要超过我们人的7倍。我们人听懂的话往往听得很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可是中阴身呢，
他听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楚，但是呢，他是听的是什么话？他不一定要听某一种语言，他是读你的心，是一种心力的感应。你讲的什么话，那个中阴身完全听清楚，完全听懂。所以这个时候你来说法，你来念佛，有没有用？有用。多半呢，人死了以后啊，他还是执着他的那个遗体，执着他的遗体。所以我们呢，助念的时候，最好还是在遗体的附近呢，给他助念，修观想，打坐，你就在他的遗体的前面，遗体的附近啊，是最好的。这现在医院里边呢，往生以后马上就把他送走了，送到太平间去啊，送到停尸间去了，然后把他冰冻起来，把他冷藏了就是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跑到他那个冷藏库里边去替他念佛啊。这只有另外一种方法，就用他的照片，或者是写几个字，写他的名字，用照片也好，他的名字也好，那就到那个遗体附近去，或者是不到遗体附近，你就在那用心呢，就请他来。因为我刚才讲的中阴身的敏感度几倍啊？7倍。所以只要我们的心里想到某某人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替你助念呢。因此如果在你家里边设一个灵堂，在你家里边助念，那个遗体还在殡仪馆，或者是在医院太平间，那还是有用。这个时候就是要给他助念。助念多久呢？第一个看你诚恳不诚恳。有的人助念的时候一边助念一边在胡思乱想，或者是呢，反正没有人助念，就把圣严师父念佛的那个录音带拿来去放。你说普通人的录音带没有用，圣严师父的大概会念得好一点，就放录音带。我告诉你，录音带没有什么用处，录音带里头没有心。所以助念的，你这个人再笨，再没有修行，还是比我念那个录音带有用。一定是人自己亲自念，在哪地方念，这是有心的念，也是有用。比如说我现在我人在这个地方说法，有很多的中阴身的灵体，这个灵界的众生都在听，因为我在用心说。假如不是我的人在这里，我用的录影带放的，他们就不是听我说法了，而是呢，由于你们在这里很用心的听，在你的心里边产生了一种反应的虔诚力，一种恭敬心，还有一种信心。这样子的时候，那些灵，你们祖先冤亲债主，他们懂不懂？懂。就是通过你们的心而他们得到利益，懂得佛法。所以在临命终时要助念，命终之后要助念。我们现在大概是助念8个小时，但是你如果自己的眷属人比较多一点的话，分批的或者临班的，你是孝子贤孙，你就在那个灵前呢一直念下去。最好那个头七里边呢，第一个七你不能够日以继夜的念，至少你白天要念了。或者是呢，你自己也要做一些什么零碎的事，这个时候你就放念佛机的录音带，有没有用？放念佛机的录音带，主要的那个念佛机不是放给那个中阴身听，而是放给那个家属听。家属听了以后呢，心里边呢跟那个符号有相应，就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的跟符号相应，还是
有用。所以说呢，你不能够24小时都是自己在念，至少你放着录音机在你的旁边，然后呢，你就可以听到这个符号。能够天天念个49天也很好啊。有的人呢，当他的眷属过世了，他念49天的佛，或者是呢，每天呢念一部地藏经，念49部地藏经，这也很好啊。或者是呢，做7天，头一天呢，你念8个小时，然后呢，头7你再念8个小时，还有3期4期也很重要，头7蛮重要的，3期4期也很重要，最好那个每一期都念呢，到最后49天的最后一个叫做满期，那个满期呢，就这个中阴身的过程呢，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对这一位亡者来讲啊，你助他最后一臂之力。中阴结束以后，他就转生，转什么呢？或者是转生人间，或者是转生呢天上，或者是他已经随意随众转生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念经再超度有用，不是没有用，但是呢，要比49天之内超度啊，这个功能就小了。他已经转生了吗？这个只能够说他转生以后啊，可能在他另外一生呢，这个福报好一点，身体健康一点，但是呢，决定生的哪一道他已经不能改变了，他就在哪里了。像我刚才讲的死亡的过程、死亡的状况以及死亡前后怎么办，你清楚了以后啊，你还怕什么？要不要怕呢？怕是没有用的，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阿弥陀佛。